周姐姐继续说道：“你这里离学校又不远，说是学区房都不为过的。平时就让海玲照顾一下2个孩子，给他们洗衣做饭就行，伙食费。”周红林忙道：“姐，那是我亲外甥女外甥，不用给伙食费了。我找人帮2个孩子办转学手续，转过来读。每天上放学就让海玲去接送，反正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周姐姐夫妻俩见弟弟一口应承下来，很是开心。周妈妈却提醒着儿子：“红林，这件事你还得和海玲好好商量一下。怎么说这个家她也有份的。”她又说着自家闺女：“我听说不是在这里上小学就能过来念初中的，还得户口迁过来。你那里也不算农村，不过是郊区而已。周围的学校并不差啊，当年你姐弟俩都是在那些学校念，不是一样能考上好的大学啊？他老人家觉得只要孩子念好的，在哪里读都是差不多的吧？对哦，妈提醒了我，红林，要不我把2个孩子的户口转到你们家的户口本上，或者你就是把房产证先过户到姐的名下，等我2个孩子毕业后，再迁出户口，或者再把这个房产证过户回你的名下。”任先生抱着儿子在吃西瓜，对于这件事他不发表意见。周红林没有想那么多，一口应承下来，不过还是说道：“等会儿我跟海玲说一声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不过妈说的话也对，她也有点份儿。再说了，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做饭给孩子们吃，还得她去做，总要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。姐，到时候我夫妻俩商量好了，就给你电话。放心，不会让我外甥没好学校读的。姐弟情深，周红林很相信姐姐，觉得能帮的就帮一下姐姐。再说了，外甥又不是外人，那是他亲外甥呢。”周姐姐满心欢喜，话锋一转，便劝起弟弟来：“等会儿你还是别和海玲闹了，夫妻之间略有点矛盾很正常，你们又是多年同学，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，在洋洋的份上，你就别和他计较了。他是怕在唆使的弟弟和弟媳妇打架，弟媳妇一怒之下不肯帮他接送孩子，不给他孩子做饭吃，那样他也不放心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呀。有求于人的时候，还是要低低头的。”周父也在这个时候说道：“红林，你姐说的对，你别老是说教训海玲的话，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沟通，别动手动脚的。我和你妈几十年的夫妻了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妈动过拳头的。”周红林嘀咕着：“那是我妈贤惠，海玲怎能和我妈比？她是越来越过分了，1分钱不赚，在家里带个孩子，好像就得了天大的功劳似的。我说这不过是想省点钱，她花钱历来大手大脚的，爸是不知道。我1个月给她3000生活费，她1天就能花掉1000多。这也是妈和姐让我要与她治的，不这样做，她也不会想办法去赚钱。也不知道我赚钱辛苦啊，她倒好，居然在家务事也要与我 AA 制，她就是欠收拾，1天花掉1000多，那也花得太厉害了。你们还有房贷，还要养孩子，她又没有收入，完全靠着你过日子，的确是不懂得体谅你。治也不错，爸没说你治不行。”周父马上就偏向了儿子，人被逼到绝路时，总会想到出路的。他在家里带着孩子，也可以兼职做些事情，赚点生活费。不过你别老把收拾他的话挂在嘴边，夫妻是要过一辈子的。你们才结婚几年呀，就打打杀杀的，什么时候能到老啊？周红林撇撇嘴说道：“爸，我知道了，今晚不收拾他便是。”一家子围在一起吃了西瓜，又了一会儿电视，周家人便进房休息了。他们会在这里住上几天。如今海童搬出去了，房间也多出来一间，倒是够周家人住下来。就是没有了海童在家里帮忙做家务活，海玲要照顾孩子，还要买菜做饭什么的，这个家感觉没有那么干净整齐了。临进房之前呢，周姐姐又小声叫住了弟弟，对弟弟说道：“海童夫妻俩买了很多东西过来，刚才海玲一气之下就把东西都提进房间去了，我过了，里面都是好东西呢，有好烟好酒，你拿点给你姐夫。海玲又不抽烟不喝酒，你也不缺那点东西。倒是你姐夫平时舍不得抽支好烟，还有爸都没有喝过什么好酒，你把酒给爸。”周红林失笑的道：“姐，瞧你说的，
那点子东西你们上了尽管拿去，快去帮宝宝洗澡，带他睡觉吧。明天晚上我不应酬，开车带你们出去兜风吧。好。周姐姐眉开眼笑，心满意足地回房去了。周红林则推开门进去，杨洋已经睡着了，海玲刚从浴室里出来，到他进来，海玲也不理他，自顾自地走到床边坐下来，就要躺下。海玲，有件事跟你谈谈。周红林着他那肉乎乎的身材，与叶佳妮一比较，便生出了嫌弃之心。他走过来，在床沿边上坐下，先摸了摸儿子的小脸，眼神柔和，对儿子他还是很疼的。啊，什么事？海玲声音淡淡的。我姐说要把她大的2个孩子转到市里的小学读，到时候也在市里上初中，住在我们家里，你以后帮忙接送一下2个孩子，给他们做饭吃。反正你每天也要做饭的，不过是多添2双碗筷呗。生活费的话，我可以每个月多给你1000块钱，2个孩子也吃不了多少。每个月多给你1000元也够得了呀。咱们这房子算得上是学区房，不远处的管城2中是重点中学之一。到时候把孩子的户口也转到咱们家户口本上，要不就把这个房产证先过户给我姐，等孩子毕业了，再把房产证转回我的名下。那是我亲姐，咱们也信得过，不用担心她以后不还房。海玲本来就一肚子的火气，忍了1个晚上没有发作，本想就这样算了，懒得和丈夫闹，没想到丈夫说的话让她压下去的怒火又飙了起来。她冷冷地道：周红林，我现在在家里带咱们的孩子，你都嫌我只知道吃，只知道花钱，不会赚钱的没用之人，那是我生的，为了我儿子好过点，我忍了。但你姐的2个孩子与我无关，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可能帮她带孩子。还有，你让她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，影响到的是谁？是咱们杨洋以后读的机会。房产证过户给你姐，那证上本没有我的名字，你要过户，那也是你的事。将来拿不回房也是你的事，但有一点啊，你在过户给你姐之前，你必须把我花在这里的装修费还给我。我怕到时候房子成了你姐的，我花在这里的装修费1分都拿不回来。周红林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我都答应多给你生活费了，还不行吗？你本来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做饭的，带1个也是带2个也是带，他们又有10岁了，懂事了。平时不用你怎么带，只要辅导一下功课就行。你要是觉得1000元不够，我再多给你500，1500总行了吧？孩子的户口迁过来，怎么影响了咱们杨洋读？杨洋才多大，上小学还早着呢。我亲姐，我信得过，她以后不会不还房的。什么装修费啊？这房子我花钱买下来的，你也住在这里，你花点装修费不是好应该吗？也好意思跟我要回装修费？没有。海玲瞪着丈夫，心里越发的悲凉。婚前2个人恋多年，她表现得那么好，刚结婚的那2年也很好，如今却是越发的让她不上了。她的心太偏向着她的父母姐姐，不替她考虑就算了，连儿子周洋都不考虑。大姑姐一开口就什么都应了下来。多少亲兄妹为了学区房过户之事闹得连兄妹都做不成的呢？周红林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，那不是我的责任。我不帮你姐带孩子，更不可能辅导她孩子做功课。你真要把你外甥接过来，哎，又加钱的话，那你把我当成家庭老师来算工资吧。1个孩子每个月给我5000元，2个孩子1万元，钱到账我就给他们做饭、接送上下学，再辅导功课，否则免谈。我这样的收费还是在她是你亲姐的份上。以我的学历当个家庭教师，辅导小学生功课，绝对值这个价啊。要讲钱是吧？他就和周红林讲钱讲到底。房子过户，你不归还我的装修费，我绝不同意你把房子过户给你姐。你真要那样做，那咱们离婚吧，你也要把装修费还给我。反正房产证上没有他的名字，这是周红林婚前买的房子啊。周家人当初是防着他要分房吧，得知他和周红林确定恋后呢，就赶紧给周红林买了房。婚前财产，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，他也肖想不到啊。周红林一脸黑线，1个孩子5000元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？离婚，
你以为你现在还是10岁的年轻姑娘，嫁过人，生过孩子，又没有工作，胖得像猪，丑得让人倒胃口了，离婚后你能不能养活你自己都是个问题。行了，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，要10000元那是不可能的，我顶多再给你3000块钱。没门！海玲冷声拒绝，然后翻个身去，摆明了不想和周红林再讨论这个问题。周红林气得想动粗，谁知道海玲忽然转过身来，见他高举着拳头。海玲眼神冷冷的，狠狠的道：“你敢打我，最好就把我打死，否则你永远别睡着吧。”以前周红林怎么骂他，甚至动手，她都忍了。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儿子，加上她对丈夫也还有。但是周红林坚持 AA 制后，海玲就寒了心。她以前和周红林同一家公司上班，然后很清楚周红林坐在经理那个位置上的月收入，那是好几万元一个月呢。但他给他的生活费只有3000元，再也不肯多给1分钱，还要跟他 AA 制，他的心能不凉吗？既然心凉了，他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装个包子，什么都顺着周红林。周红林再敢对他家暴，他最好别睡着，否则他能把他家暴他的双手都剁下来。周红林被妻子眼里的凶狠吓到，妻子那恶狠狠的一句话也让他悻悻地放下了拳头，骂了句：“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”然后走了。海玲着房门被关上，鼻头酸酸的，眼里有泪，那泪水也止不住顺着她的眼角滑落。虽不知道姐姐姐夫又闹矛盾，海彤回家后总觉得心里闷闷的。她坐在阳台上的秋千椅上，啄外面的星空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战印端了一杯温开水出来，把那杯子递给他，温沉的道：“晚上的菜略咸了点，你喝点水吧。”海彤抬头，他两眼接过了那杯水，谢谢。有心事？战印挨着他坐下来。海彤喝了2口温开水，沉默了一会儿后才说道：“我总觉得我姐的日子越过越差。我以为我搬出来后她能好起来，可有那样的大姑姐，有那样的公婆。我姐夫又是个偏向着他家人的，我姐怕是会被他们联合起来欺负。虽说姐姐不是任人搓揉掐扁的人，但姐姐还着姐夫，只要有就会心软。战先生还好，你没有难缠的姐姐，你的家人修养都很好。上次见面，你妈对我其实对我不太满意，但她待我依旧温和有礼。你奶奶他们就更不用说了，奶奶是你们家里对我最好的人。都说女人嫁人如同第2次投胎，嫁得好那是幸福一辈子，嫁得不好真的是哭天不应喊地不灵呀。他和战印闪婚，没有感情基础，虽说战印还叫他签了协议，但战印愿意给他的，他都给了一个妻子该有的尊严，他也给了。想想战印比他姐夫好不少呢。当然现在刚婚不久，夫妻俩相处的时间还短，他还得再考察考察战印的人品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“姐要是受了委屈，你跟我说吧，我们去替姐出头，让周家人知道咱们的姐不是没有靠山的。欺负他的大姨姐也是欺负他，打他战印的脸，那是战大少爷不允许的。”海彤偏头着他，战印也在他。夫妻俩四目相对，良久，战印轻弹一下他的额，这样着我是在怀疑我说话的真实性吗？海彤，只要咱们姐有理，我们都可以替姐撑腰出头。他们战家的家风极好，夫妻之间也是恩恩的。他从小到大没有到过家里的男人会欺负老婆，父亲说只知道欺负老婆的男人不是好东西哦。战先生，海彤试探地问，我想靠一靠你的肩膀。战印犹豫，就靠一下，又不会占你太多的便宜。海彤自顾自地说着，头已经靠过去，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能感觉到他一瞬间的僵硬，他也不习惯，但他此刻就是想找个依靠，有靠山的感觉真好哟。战印僵了好一会儿，才放松神经，虽不喜他的主动靠近，倒也没有推开他，就是他两手显得无措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安放。他很不自然的动作逗乐了海彤，他忽然就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脸，战印瞬间就弹跳开来。还好海彤早有心理准备，否则他突然肩弹跳开，
他保准会往旁边倒去。海童，战印很严肃地说道，请你时刻记住我们的协议内容，不要越界了。着他义正言辞的样子，海童心情大乐，他往后靠在椅背上，在慢悠悠地喝着他刚才倒给他的那杯水。喝水的时候，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还瞅着他。得战印莫名的想脸红，可能他的脸也真的红了吧。他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有点热。战先生30岁了，还没有和女性如此亲密接触过吧？摸一下你的脸而已。反应这么激烈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怎么样你了呢。海童调侃着，心道战奶奶心急催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就战印这种性格的男人，没有家里长辈推一把，由着他自己找老婆，说不定头发花白了，他都还是光棍一条呢。不过调戏他还挺有的。哎，摸一把他的脸，反应都这么大，他要是大胆的主动亲他一口，他反应怎么样？战印使劲的瞪着他。海童心情好，不把他的瞪视放在眼里，笑道，战先生要是觉得吃亏了，要不我的脸让你摸回来，你摸2下都行。战印一脸黑线。啊，他承认刚刚他反应是过于激烈。他静静地靠在他肩膀上时，他心里也有异样升起来，就是没来及去分析那是什么心态，他就摸他的脸了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以为他会更进一步呢。此刻听着他调侃的话，战印是恼羞成怒，却又自是修养，不愿与他胡扯，心里却腹诽着，俏皮丫头啊，你现在心情好了吧？还不错，比刚才好多了。战印磨磨牙，挤出话来，你这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战先生的夸张手法用得很好，达到了纯火炉青的地步。瞪了他片刻，战印淡淡的说道，很晚了，早点回房休息，别又在这里睡着了，晚上挺凉的，感冒了，难受的是你自己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开。很快，海童便听到了他关上房门还落锁的声音。海童笑着嘀咕，还把房门反锁了，防谁呢？战印，防的就是你啦。回到房里的战印先进了浴室，倒不是急吼吼的洗澡，而是站在镜子前，着镜中的自己，俊脸上还有残余的红色，他刚才还真的脸红了。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着重地摩擦了几下被海童摸过的地方，回想着他摸他时带给他的感觉，他的手柔软，力道也不大，就那样一摸而过，感觉就是一阵风刮过似的。开了水龙头，战印洗了一把脸，想到自己刚才的反应，他也忍不住笑了笑，自言自语着，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就不让别人摸我的脸。长大后，他这么严肃冷冽，更加没有人敢摸他的脸，更何况他总是保镖防身，年轻的女性难以接近他，就算有人想占他的便宜，投怀送抱的，也没有机会。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。倒是没想到第一摸被海童摸了去，偏他是他合法妻子，摸他一回，他还不能拿他怎么样，反应过烈了，还惹来他的调侃。好一会儿后，洗好了澡的战印想起阳台上那个女人，他便开了门出去，才跨出一步又缩回了脚，因为他还没有穿上睡袍，光着上身出去又是便宜了那个俏皮丫头。花了几分钟时间，战某人穿上了睡袍，还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，这才放心的走出房间，去阳台上那个女人，免得她又在秋千椅上睡着了。果不其然，这丫头还真的睡着了。战印是又好气又好笑的，特意叮嘱了她居然还在这里睡着。他踢了踢秋千椅，让椅子荡起来，然后椅子上的女人便被惊醒。战先生，天亮了。着他睡意惺忪呆萌的样子，战印很想敲他一记，怎么办？你在这里睡着了，赶紧的起来，回房里去，刚才提醒了你。你还在这里睡，想未闻就早点说，我可以把你搬到外面绿化带去睡。海童哦了一声，站了起来，听了他的话，他咕哝着，你就是嘴巴毒，心还是软的。战印，这是第一次有人说他心是软的。海童也是困得慌，没有和他多说什么，就回房里去了。洗了个囫囵澡，就倒头大睡，一夜再无话。隔天，
战印起来的时候，夫妻俩的早餐已经准备好，他老婆大人正在阳台上给那些花花草草浇花。他走出去，战先生早。海童笑着和他打招呼，战印嗯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海童继续浇花，今天开了很多玫瑰花，到时候蔷薇爬满阳台，花儿盛放的时候肯定很漂亮。战印想起了战家庄园门口种着不少蔷薇花，鲜花盛放的时候的确很好，不过可能是他得多了吧。他倒是没有停下来认真地欣赏过家门口那大片的蔷薇花，他们家花园里也种植了不少蔷薇，他也极少去赏花。在眼前的阳台小花园，战印淡淡的道：以后换成别墅，你可以在院子里种满蔷薇，等它们爬满墙的时候盛放之时，那才叫一个美。海童笑道：现在的房价犹如坐着火箭，飙升的让人望尘莫及。我连一套精品房都还凑不够钱来买呢，哪敢想别墅啊？当然想还是想的，不过是在梦里想。有钱谁不想住别墅，独门独栋的，不用被别人影响。住这种房子，楼上楼下动静太大的话，多少都会受到影响吧。战印不说话了。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为了与他结婚临时买下来的，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住的大别墅。战先生，你先去吃早餐，我浇完花了再吃。战印嗯了一声，转身回厅里去。海童做的早餐都是很简单的，不过他每天都会换花样，保证不让他吃腻。他的厨艺也不错，哪怕是一碗白粥配咸菜，他都吃得倍儿香。战印觉得是自己平时山珍海味、大鱼大肉吃得太多了，现在吃海童做的早餐或者家常菜，他才会觉得好吃。今天战印先出门的啊，他刚到公司就遇上了苏南。苏南到他还冲他眨眨眼，战印面无表情，怎么一脸欲求不满的样子？苏南与战印并肩走着，还碰了一下战印，压低声音打着：怎么还没有哄住嫂夫人啊？战印偏头瞪他一眼，继续往办公大厦走去。就你这性格，必定是没有哄住。我们好得很。战印没好气的低冷的说了句。苏南哦了一声，然后又挂的问道：那你干嘛一脸的欲求不满？你哪只眼到我一脸的欲求不满了？啊，他都没有尝过那种所谓的销魂滋味，怎么会不满？就况且他对海童还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，与他相处时也没有冲动想与他做点什么。想到这些，战印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寡情的人。我就两只眼都到了。战印，我让人送早餐过来，你用过了吗？等会儿一起吃吧。战印又偏头着这个好，抿抿唇后，他说道：我是个有老婆的人，每天起床，他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，要回公司才能叫人送早餐过来的，那是单身狗。猝不及防的就被喂了一波的狗粮。他忽地很好奇，想知道战印是怎样和海童相处的。我让你办的事办成什么样了？等会儿送到我办公室去吧。苏南笑道：我办事你放心吧，马上就送到你办公室去。战印嗯了一声。很快吧，两个人便分开走。战印是坐着总裁专用电梯直达顶楼的。苏南的办公室不在顶层，他便懒得和这个整天绷着脸的上司一起坐电梯。苏南在公司也是个非常有威严的人，但他人缘也很好，主要是他比战印多了点温度吧。又是深得战印信任的人，底下的人有事相求时，往往是通过苏南来转达。战印才回到总裁办公室，苏南就提着他让外卖员送过来的早餐进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小叠的纸，不知情的人着会以为他拿着文件。喏，你要的资料。苏南把那小叠的纸张放到战印的办公桌上，他随即坐了下来，把早餐放在桌子上，问着对面的上司要不要来点。我是让管城大酒店那边送过来的，绝对好吃。管城大酒店那是战氏集团旗下的酒店，战印平时几乎都是在那里解决一日三餐的。现在有了老婆，苏南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上司同桌吃饭了。还挺怀念的。不用了。战印拿起了那叠资料，先是随意的翻了一下，问道：都在这里了？都在了，未出五服的都整理出来了。
才这么点？除了年轻一辈在外面混得不错，老的都是在村里种地的，能有什么？战印不说话了。用苏南的话说，海童老家的亲人，除了年轻一辈的混得很不错之外，能占上几张纸，年老的一辈几乎无可写。苏南便把那些人的基本资料，例如多大年纪，娶了几个老婆，生了几个娃，整理出来，勉强又占了几张纸。完了海家人的资料后，战印更觉得他们的无耻可憎。海童的那些堂兄弟、叔叔伯伯们，生活条件都非常好。二堂哥甚至是在商事集团旗下的一间极具规模的分公司当高管，年收入100万。混得最差的一个堂弟都能年收入40几万。海童姐妹俩的年收入加一起都未必有他们好吧？他们竟然好意思叫海童出老太太的医药费，还要报销他们来回的车费、油费，简直就是一般极品，厚颜无耻的极品。当年欺负海童姐妹俩咒尸父母，又未成年，强势的分走大部分的赔偿款，现在还要逼着海童拿钱出来医治老太太。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极品，那些极品可以说是没有人性的了，只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。他忽然就对海童生出了点疼惜感，脸色这么难，他们得罪了嫂夫人，要不要我帮你出手教训一下他们？战印冷冷地道：我老婆的事不用你管。苏南眨眨眼，总觉得战印这句话似乎泛着酸意，不知道是不是他多心了。我没有其他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很忙，一些小事情不必你亲自动手的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吩咐下去就能办妥。等着。苏南又是眨眨眼，便哦了一声。战印的等着不是让苏南等着他吩咐，他是在等着海家人出手以静制动，先知道对方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海童，他才还击。海家这一辈的长子嫡孙海志明认识不少媒体人，战印有预感海志明极有可能利用网络风暴来对海童姐妹俩道德绑架。老板说，嫂夫人给你做了什么早餐？苏南挂地问道。你也别瞪我，就你这种性格的人，我是很好奇你是怎么和嫂夫人相处的，更何况你们俩还是闪婚，没有半点感情基础哦。你还隐婚啊？要是你们夫妻俩在大街上遇上了，要不要打招呼呢？还是装着不认识啊？战印冷冷地道。那么多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。苏南嘿嘿地笑，不说就不说呗。000，内线电话响了。战印按下了免提。战总，商小姐又来了。战印脸色一沉，冷冷的道：不用理他。密在电话里说道：商小姐请人送来了一车的鲜花，在咱们公司门口摆心形花海，借此向战总你表达他心中的意。苏南上司的眼神那是闪着挂的光芒啊。战印横了他一眼，依旧冷冷的道：保安都是吃闲饭的吗？放任着别人在我们公司门口扔垃圾。说完，他便摁断了通话。密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苏南笑嘿嘿地道：其实商小飞很不错，那丫头倒是敢恨的。慕你的女人都要跟我的头发一样多了，但敢向你表白并付之行动的人，只有商小飞一个。你觉得她不错，你上吧，把她对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你身上，还我清静。苏南一噎，我又不喜欢那类型的。苏南替自己找了个借口，他的眼光很高的，很讲究来电。与他不来电的女孩子长得再好，他也不会心动。战印，你和海童决定过一辈子吗？与你何干？苏南又是一噎。上班时间就该干正事，赶紧吃完你的滚蛋。要是闲得发慌，就……我忙得很，我现在就回去做事。怕死上司又给他增加工作量，苏南赶紧打断战印的话，然后3-2下就解决了早餐，收拾后就赶紧溜之大吉。走出总裁办公室，关上门那一刻，苏南便嘀咕着：我那不是挂，我是关心你，不识好人心。多问一句就拿工作量来压他，他迟早会被这个上司奴役死的。苏南虽然走了挂戏之心，还有他让他的蜜去拍下商小飞摆下来的花海，闲时可以拿出来取笑一下战印，况且商小飞这样大胆的表白也是一种经验，他学习，将来遇到了他的菜也能如法炮制。
哎，商小飞的这个新字形花海刚摆成，红彤彤的一片，很漂亮。值班的保安收到上面的通知，要把商小飞表白的新型花海毁了。他们走出来啄那一片花海，都有点不忍心了。商小飞还拿着一只大喇叭，对着那栋高10层的办公大厦，大声叫喊着：“战印，我喜欢你！”战氏集团的人，哇塞，商小姐真牛逼！商小姐，请你马上离开啦！值班保安上前去交涉。商小飞不理他，继续对着那栋办公大厦大喊大叫的。他都跨出了第一步，在做些惊天动地的事儿，也没有心理压力了。他的大胆是又在战氏集团摆下一大片的花海，很快吸引了路过的人围观热闹，拍照拍视频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娱记闻风而来。可惜的是，娱记赶到时，那大片的花海已经被保安破坏并清理得齐齐了。就是商小飞还赖着不走，保安们倒是不敢碰他。商家的千金呢？商氏与战氏本来就不太和睦，他们要是对商小飞不好呢，万一加剧了2家公司的矛盾，他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很快，又有几辆车快速而来，在战氏集团门口停下。商无痕下车，快步地走向那个拿着大喇叭隔空向战印表白的妹妹。他一张俊脸黑得像雷公，不用问也知道是战印又打电话给他，向他投诉他妹妹的疯狂。他刚好在开会呢，接到战印的投诉电话，商无痕那个心塞啊！撇下一般高层管理，他带着保镖们亲自前来把妹妹抓回去。战印，商小飞还没有说完，手里的大喇叭就被一只大手抢走了。他过去对上自家大哥那张雷公脸，他先是一愣，后是一缩，怯怯地叫着：“大哥！”商无痕把那只大喇叭扔在地上，再攫住妹妹的手腕，拖着她便走。大哥，我喜欢战印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他，我都暗恋了好几年。现在鼓起勇气表白了，你总得让我去追求的。万一他也上我了呢？哥，你松点力，你抓得我手好痛。商无痕一声不吭，强硬地把妹妹拖到他的车前，拉开了车门，就把妹妹塞上车。商小飞想从另一边下车，你敢跑试试？商小飞怂了，不敢跑，老老实实地坐着。商无痕上车后，关上车门，冷冷地道：“开车。”司机赶紧开车。哥，商小飞蹭过来，挽上了哥哥的手臂，撒娇似的叫着：“你闭嘴啦！”商无痕呵斥着：“哥哥，你说了多少次，战印不适合你，叫你死了这条心，你是听不进去是吗？我也想死心的，可我花了几年时间都没办法死心，我那是不甘心。救了，大胆说出来有什么错啊？你不让我去努力一下，尝试一下，怎么知道最终结果？”商小飞在家里集万千宠于一身，他的出身又让他底气十足，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，不管他和战印合不合适，他觉得他都要努力一番，尝试过了，失败了亦是心甘情愿。他要是没有尝试过就放弃，始终觉得是遗憾，也会后悔的。战印什么脾性你不知道吗？你连他身边3米以内都进不去。他现在没有上我，等他上我了，就会为我破例的。商无痕气笑了，卓妹妹那副天塌下来都要尝试一下的样子，他是又气又无奈，亦心疼。心疼妹妹上的竟然是战印。小飞，哥认识很多优秀的男儿，听哥的劝，不要再想着战印了。他是真的不适合你，那家伙的心是铁打的，不是一般女人能融化的。就算有人能融化他的心，那个人也不会是你。不要再做出这种让人笑话的举动了，你不怕丢脸？你哥我还要脸呢。丢什么脸？我就是表白而已，这些招数哥应该很熟悉才对。我大嫂当年不就是凭着这些招数，最终拿下了大哥吗？大哥现在把我大嫂宠上了天，可见女追男吧，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他家老婆大人的确也是个敢恨的人。哎，当年追他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